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啊，又见面了。我们是今天来录了我们第4期无中生有，同时今天请到的是一鸣哥和汉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放不老侦探对比。大家好，我是工程师张丹。哎，好，来到我们正在环节，看到了蓝色方是 G2， 红色方是 DWG， 先办掉了听刚影。其实听刚影在目前版本来说，好像上单都比较怕这个点。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英雄比较厉害吧，就先选那种。然后主要是你选青钢影中都能配什么，加里欧啊或者卡牌这种东西，然后可以一直加边路，这样上路对方上路的压力可能比较大吧。那汉子哥觉得，你觉得青钢影这个英雄卡米尔，他的强势点在哪儿，或者说该怎么去应对他呢？ 일단 카밀 강점이 일단 잘 풀렸을 경우에 한타하고 이제 뭐라고 하지 그거 다이셴 이거 두 개가 되게 좋거든요. 이거 두 개 다 충족하는 챔피언이 많지 않은데 이거 두 개 다 충족할 수 있는 챔피언이기 때문에 이제 저거를 좀 견제를 한 것 같아요. 이제 DWG 쪽에서 저걸 되게 잘 사용하는 것도 맞고 미드 정글이 좀 같이 잘 움직이기 때문에. 那觉得你觉得前几手觉得技术拿的怎么样？只看 BP 的话，左边这3个其实拿的蛮好的，但是右边有个卡牌，还有多一个船长，就2个大招可能给下压力比较大吧，因为 G2 那个 DW 办了寒冰跟那个塔姆嘛，G2 没有塔姆的话，可能选不了那么好的英雄吧。汉哥就觉得这场上单怎么样啊？选的？ 그 레넥톤 쪽 정글이 다이브 압박 줄 수 있으면은 되게 레넥톤이 좀 더 압박을 줄 수 있고 이제 서로 파밍 정글이면은 그냥 갱플랭크가 좀 더 기분 좋게 게임을 할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. 那一鸣哥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选的话，我会觉得右边更立体一点，就他们更扎实一点，你觉得呢？左边做 BP 我觉得做的其实蛮好的，然后只看阵容的话，我觉得主要是萨拉斯很多人马大招，这个打团比较变态。哎，如果你现在当中单的话，你会想当哪边中单？就是只看阵容的话，对，你会选择喜欢玩这个中单萨拉斯呢，还是想玩右边这个卡牌？我是比较喜欢玩萨拉斯，但是萨拉斯胜率太低了，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卡牌那边。那你觉得萨拉斯胜率低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我觉得其实你萨拉斯也很猛。萨拉斯胜率低，这个。你不应该问我的，应该问其他人、其他选手，我觉得。好，来正赛了，我们看一下一集团好像都没有设定，就大家都觉得这一集团好像想去做一下，但感觉今天其实对于右边阵容来说，我觉得可以打一集团，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打呢？求稳吗？可能是因为人马没带闪现吧，人马容易被秒，没带闪现的话，别人5个人打人马的话可能会死，然后 TW 可能喜欢比较稳一点吧，因为而且打莉莉娅的话。 莉莉娅一级有点猛，说实话，这跑得有点快，这个意思。我记得我上次问那个松松这个问题，说，别的赛区的他们的一个粉丝觉得我们 LPL 一集团不行，他上次说，那可能他没被打过。那一鸣哥怎么看？我觉得今年4个队里面一级比较弱的，可能就是之前京东比较那个一级容易被别人搞，然后当时也说了嘛，除了京东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都一级挺厉害的，都挺厉害的，不输其他的队伍。 一级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要看阵容，不是看什么操作什么的，一级都是大部分都看阵容有没有控制啊什么的。来，这边看一下，直接一技能给上以后想杀，闪现，凿一下刀锋，因为拿到人头。很多人用卡牌打萨拉斯都想用左为躲那个萨拉斯的一技能，然后每吃完所有技能再交闪现就死亡起来嘛。伤害已经打满了。这我之前也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主要是萨拉斯那个一技能比较好躲，说实话真的很好躲。所以就想试一下，相信自己的走位吧。我之前也是经常这样子，然后直到所有伤害再交闪现。已经很晚了。所以之前那个其实正常对线的话，我刚刚说那样，萨拉斯打卡牌就是卡牌那边有优势嘛。所以之前 TS 打 Fnatic 比赛也是，就是卡萨是打野瞎子，他是紫色方，然后刷完下面那个3组野怪直接3级抓中路的嘛，很多这种情况。萨拉斯那边的打野会想办法一直帮萨拉斯那边，因为正常对线的话前面太难受了。然后来看这波，直接一回去胸成装啊，被点燃烫死了。哇，这个闪现有点可惜，我都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了。他当时是必被烫死了。哎，如果现在让那个小天和松松他们来说的话，他们肯定会说，行了，下一局吧。现在一鸣哥觉得有机会吗？
就 G2 来说，也其实也才1400块钱，但这个先锋放了之后就不一样，先锋放了就3000了，可能。拿到1血塔可能是这样的，这不是卡牌美大，然后这 ADC 我想的，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来看一下，就是硬抓吧，想试一下的，但是距离太远了。如果落地神能过来的话就可以，主要是落是闪现过来的。Caps 好像送了，那没了。很难了，对吗，汉子哥？我也觉得 G2现在好难打。其他嘉宾的话来说，可以下一局了。八月这情况，我说15GG。15GG。对。音迷哥觉得，你如果当时 BP，你觉得换哪个点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？就他们阵容现在就打到现在，哪怕劣势可能会好打一点。就当时在 BP 的时候，把哪个点给换掉？左边吗？对，左边。应该没必要那个 AD 卢锡安吧。然后最后中单卢锡安打卡牌。对，就继续也是现场有优势的嘛。就按他们这个思路，对吧？就我就是1楼选上卢锡安打你卡牌的。其实我刚才问过音迷哥，我觉得这个卢锡安打卡牌挺好打的。但是卢锡安打什么英雄都好打。对，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卢锡安给强行换到下路，让塞拉斯去偷卡牌大招。可能觉得这样 BP 上有优势吧。你这样赢的话，可能第2把、第3把 DW 还要考虑 G2 的 AD 卢锡安嘛。那如果这把输了，他们就根本就不用考虑。但是如果这把 G2 赢了的话，第2把、第3把、第4把后面都要卡那个，他们可能要摇摆什么卢锡安 AD 啊什么的，他们可能想这样子吧，就想搞一个战术，想骗一下 BP 什么的。有点问题啊，想包饺子感觉有点难。大招偷了一下之后，剩余苏三回口血，一直能上来，但旁边被镜给发现了。鳄鱼先开大招攒一下怒气，有机会吗？我觉得这波先动龙好像不是特别明智吧。主要是 G2 不过来的话 ，DW 肯定会开龙。闪现过来时开到了个日女，有点尴尬。闪现过去躲了一下大招回来，撞回来之后，哇，直接把 KS 给秒掉了。旁边的大枪一开，好像谁也跑不掉。但3枪全部射空，4枪被闪现给躲过去，但龙也是被这个 DW 给拿下来了。现在开始追了，乘胜追击，一个都别跑。DW 防的也很猛，他们有个船长。我刚刚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太应该开龙啊？他们不开龙的话，这个龙应该只能给，因为G2是过不去。船长如果在龙坑那里的话，他有一个桶那个炸死那个1半的血，他一个桶可以炸到左边那个5个人的这1半血，就半血就没了。所以他们想先过去直接开，这样的话船长是炸不到人嘛。他想法是可以，只是装备差太多，然后洛没开到人。那说那个洛闪现过来的时候，说 make 闪现躲他那个2W。现在按这种情况来说，BB 哥觉得 DWG 有没有可能3比9拿下？我觉得不一定吧。第一把的话 ，TS 打 Fnatic 也是让2追3都是。第5的话，你真的要看到最后一把，你看只看一把2把很难那个猜到这把到底那个今天到底谁拿下，谁赢比赛什么的，都不好猜，不好说。主要是 G2 心态的话，他们是也不会点投降，不会放弃，他们会一直想办法，对，他们会一直想办法，所以他们是刚才我刚说那样被团灭了，他们还会去找机会，他可能我猜是人马大战快要结束了，所以他就这样玩。亮图标了，这亮图标什么意思啊？亮个 IG 的好像是方 plus 的，也就是可能是想嘲讽那个 LEC 那边的嘛，他们不是怕是吧？这个输给那个是 IG， 然后G2输给我们了他们都是在赛前什么互相嘲讽嘛，说什么G2说什么已经决赛没有 LCK 战队了，然后 DW 说什么今年不会输给G2，他们都是这么嘲讽的嘛。我记得打这个 Fnatic 或者是打 G2 的时候。因为他们上单都很爱亮图标嘛，就你们会不会屏蔽他们图标？我打比赛不会，我打比赛是好像屏蔽所有人的那个，屏蔽所有人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排位的话，其实你会互动，我知道。排位的话，如果是对方有人认识我，是我的朋友可以，但是不认识我亮表情是我会屏蔽的。比赛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我在那个比赛里面那个游戏里面设置，屏蔽所有人的那个表情。这典型的其实已经到了。DWG 非常喜欢的一个 LCK 的风格了，直接撞死了之后一波了，想要大招直接开起来，把让图大招往回跑，但真的人马大招会撞到后排，但自己被秒掉了。这波一波有点仓促，但还是被一个脑瓜崩给崩死了，哇，应该是要一波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后续，这里只剩下卢锡安，还有塞拉斯守不了他。哇，闪现一个平 A 低语，直接给对方卢锡安给爆死了，再亮方 plus 图标。
汉子哥看到风 plus 标，现在我们要恭喜 DWG 拿下第1局，而且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。所以林斌哥，你觉得这把 G2 他们的失误点，就他们关键的失误点在哪边呢？主要这个阵容选出来真的是很难，你要真的不失误才能赢。但是你前面有个船长嘛，你不能在下面打，你在上面打，你在下面打起来的话，船长多一个大招。虽然那波尔维奇有 TP， 但也不能踢下来嘛。主要是前面船长发挥的很舒服吧。然后等级起来，然后下路对线自己也打不过嘛，大家对线自己也打输了，被单杀了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上路跟下路，上路是等级起来就是打不过，下路是本来就打不过的。只有一个中路是有优势的线，但是呢，辅助可以先动，就是因为那波下路被单杀了之后，下面那个蓝 buff 那里打起来的时候，不是日女先到的嘛？日女先到，然后洛是后面才到的，已经打完就快打输了，因为德卡已经打下才到了，所以还是下路的支援吧。因为 DW 选的英雄就是前面打架比较厉害，在下面打架比较厉害。就我刚刚说那样，我刚预测的不是 DW 男一选嘛，但是因为我觉得会上面打起来，然后 BP 结束了之后，我就说这个真人可能会在下面打，然后他们这样的话，主要还是弱这个点，6级之前战斗力比较弱吧，然后萨拉斯跟莉迪亚也是，那个萨拉斯跟莉迪亚都是那种不是喜欢前面打架的，都要发育装备起来才有用的那种英雄，在右边。除了船长，其实都能打。来到我们第2局了。刚才 DWG 在前期确实太猛了，而且处理很果断，他们支援很快。所以我想问 DWG 如果想2-0拿到赛点，这把应该怎么做？我觉得 DW 就是办的是不是很认真办的？因为他们自己办了辛德拉，他们自己也不想选，蓝色办不想选，但是紫色办的话，可能1、2路就直接抢辛德拉了，所以他们也直接办掉辛德拉，因为辛德拉是收妹可的造反英雄，对，他自己也很想选，但他把那个辛德拉办掉了，然后 G2 的话其实也就很正常嘛，就是紫色办就固定办露西安嘛，因为蓝色办的露西安真的是，虽然刚才 G2 拿了还是输了，但是中上露西安对象还是挺稳的。那他这样自办莉莉亚的话，会不会这把 Yonkos 要拿开团型打野了？我觉得他们就看那个拿不拿暖枪或什么这种东西吧，因为其实 Canyon 玩千珏玩的就很一般，所以就1楼不拿暖枪的话，他们肯定要抢暖枪。那肯定拿了呀。主要是 Yonkos 玩刷野打也玩的不是很好，然后千珏的话真的是这个英雄要看熟练度，看玩的怎么样。对，这个英雄真的是，要么就零杠，要么就10杠。这个英雄玩的话就选出来只能是这样子。那汉子哥，你觉得 G2 为什么会选择红？ 그냥他刚才蓝色方输了，需要换분위기로。那其实这个版本蓝色方胜率会比较高。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换？ 져서 어떻게든 뭐 분위기를 바꿔 아니면은 이제 G2 쪽에서 뭔가 숨겨둔 히든 카드를 꺼내기 위해서일 수도 있고. 这3手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其实 DWG 前3手今天拿都比 G2 要好一丢，但是 G2 拿了青钢影了。他们他们拿了青钢，然后办那个鳄鱼嘛。对。这样就看那个那我里拿不拿什么船长啊什么别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这版本青钢真的是很变态，尤其是配那个卡牌的话，抓上路真的是很变态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DWG 可以其实可以这样，他们可以抢，但是他们就不抢他就这样选。他们3楼也可以拿什么青钢影，他们可能觉得有鳄鱼就不想先选青钢影什么的。汉子哥，你觉得 Naguri 看到青钢影应该去选什么英雄呢？我觉得武器和吸血鬼和剑姬3个英雄。武器、吸血鬼、剑姬。对。如果是DW真的是特别闪影的话，可以选这种英雄。让我觉得如果就跟那个之前那个苏宁一样，真的是1、2、3把就选那个船长，第1把选船长，第2把选船长，第3把选船长。如果他们想骗后面的 BP 的话，也可以跟那个什么就直接选那个苏宁嘛。就真的是就后选就船长，不玩别的英雄，就偏 BP。上 DQ 船长就玩船长，也可以这样子，就看他们怎么选吧，因为。确实看右边这个阵容选色体也是，他之前也玩过色体辅助，在色体下轮然后打那个青钢影，但是打京动吧。你觉得色体和武器哪个更优一点？我觉得好像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色体这个英雄有点笨，我不是很喜欢上单色体，因为我觉得出那种什么全输出啊，什么破败加黑线，然后死亡组，然后打团就1秒就进去，人就消失，W 都开不到，然后再辅助色体。剑姬被汉子哥预测到了。掌声。那汉子哥，你觉得剑姬和青钢影
青钢影该带什么符文呢？ 무조건 착취. 肯定要带不灭了，就可能带不灭换血会有优势一点。 네, 라인은 근데 그거 말고 딴 거 들면 버틸 수가 없어. 啊，那其实我觉得阵容来说，整体看来我还是比较看好 DWG 的，但是因为有一个点嘛，就刚你聊到那个卡牌加卡米尔，主要是卡牌加卡牌是这样，卡牌加青钢影。如果我们这边我是卡牌，然后卡牌是青钢影，我先帮他，他也可以来帮我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双帮剑姬加萨拉斯啊，我是萨拉斯，我帮了剑姬，剑姬不会来帮我的。哦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是我帮你，你不会来帮我，那你狗懒，你在吃杜神。这个，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想帮剑姬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帮了你一次，你还想多赚点，什么镀层啊，什么吃兵啊。那青钢影是我帮了，你也还是会来帮我。右边这个阵容一定要前面要打节奏，不然左边这两个带线有点猛，剑姬跟那个萨拉斯带线有点猛。哎，你玩中单抽，如果看到对手选千珏，你会不会就很紧张？就是你会盯着这个河道训这些？是，如果对面选了千珏的话，我是就完全不敢那个千珏，就让他就玩自己的就算了。你想吃我们的野怪，反正又不是吃我的线，又不来抓我，关我屁事，我就不管。可以。难说的是打野又不是我，对吧？上路确实很难对线啊。 1렙 때 딜교환이 일단 피오라가 좀 너무 좋게 시작하긴 했어요. 카밀 W2를 그러니까 피오라 Q로 씹을 수 있거든요. 그러니까 Q로도 씹을 수 있고 W도 씹을 수 있어가지고 그냥 피오라가 카밀 상대법만 알면은 이제 뚜이셴에서는 거의 질 수가 없어요. 哎，其实看目前来说，千珏刷也还行，对吧？还行。主要是应急运气也好啊，然后。 哎，闪现过来差一下，能不能跟上？哎呀，没跟上呀，有点可惜。但后来闪现晕啊，反而是G2拿到了1血，但这里反正换了日女 PK 寒冰。哦，有可能辅助杀 AD 吗？他是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没了。不想给打野那个啊，汉子哥，你觉得这波辅助的操作怎么样？感觉好像还是可以的。 일단 제 생각에 DW 서포도 G2 서포도 보면은 둘이 서폿이 공격적이고 되게 잘 돌아가지고 좀 그게 되게 볼만 나는 것 같아. 就是刚刚说的那样，你看，就是日女跟那个DW 辅助出门都是先揽中路嘛。但是因为 G2 辅助拿了2个头，他钱比那个 DW 辅助多一点，所以他买了个3速血，然后他是直接跑上来。哎，你有没有可能滚起一个雪球效应？就因为这个3速血，因为人头。 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主要是色提是没带海克斯闪现，然后他这样的话没闪现的时候碰不到人嘛。但日女是带了海克斯闪现，然后他有个3速血，他比较好抓到人吧，他比较好找机会。哎，比如说这波也是，就是这样上来的话，那屋里就是要么就招闪，要么就走，但是闪现也招慢了，然后已经吃到那个。这种就是如果就一个打野的话，打野来上路抓可能不一定能抓死，但是辅助也过来，其实。 G2的这种少配合，这种配合真的是很好，特别好。汉子哥，你觉得现在青钢影会不会打得好打一些？现在뚜이셴好打。好打了。但是토시에젠 이게 시간 결국 끌리다 보면은 결국 1대1은 피오라가 이기는데 이제 근데 또 문제는 그 뭐냐青钢影 쪽에 가팔까지 있어가지고 계속 상황을 봐야 될 것 같아. 哦，箭射到之后，但反手指到寒冰身上爆了回来，这波3打2有机会吗？闪现过来一发平 A， 红 buff 点送到了，但旁边那个红惩戒烫到之后，大招爆一下，差2下平 A 啊，给治疗应该追不上了。这波 pose 其实挺细节的，对，就治疗一直都不给，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看出来是没有，可能治疗是一直都有，应该是一直都有，然后就是故意等，就是等那个 boss 只要闪现，等这血线到很低的时候再给。啊，现在汉子哥，你觉得哪边阵容更好打呢？ 때문에 G2 괜찮은 것 같아요. 哦，晕到了，他是正好那个剑姬的格挡挡到了一个金刚印，有杀吗？哎，但刷新护盾，太可惜，有点可惜，有点装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那我想走的话，应该有机会走掉，他有机会跑，只是他自己想反一下。他刚才 TP 被打断了 ，Showmaker， 应该被那个 Showmaker TP 应该被那个日女打断。其实他们那个这波 G2，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刚才其实我看 G2 为什么想抓上路，因为 Showmaker 有 TP 嘛。对。但是他踢的时候，那日女过来打断，就是这，我觉得真的是欧洲那边的辅助啊 ，LEC 的辅助的动作真的特别快。对，下路这里刚才是看到了一个单杀的画面，Ghost 把这个 Perks 给单杀掉了。这我不知道怎么，他是越塔死的。哦，这怎么杀的呀？这么点血？啊，被晕的卡下了，可惜。
Q 空了一个。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打得好的话，应该可以越的，确实可以越，因为寒冰带的是金花，然后他也没有金花嘛。对。就是打一直带也金花，有金花也没有用，可能自己的失误吧。哎，想反打，第二季看一下这场杀日女能扛住吗？扛住了，但是王阳这声音帮忙保护了一下，而且后续再找机会爆了一下，空中死掉了。大招最后看中间框了一下，战斗可能扫了之后，但这边还想秀操作，但没有什么空间给他秀了。主要这是那个就是剑姬胆心概念嘛，然后真的这样剑姬是真的不会来帮我，对，不会想帮队友，也不会想帮我们的什么其他人。这是正常的剑姬，正常的剑姬。其实 Kenyan 玩那种男枪跟千雪，他也是玩的不是那么好的那种，只是他这次世界赛玩这2个英雄玩的比较多。就当时我也说了，其实 Kenyan 职业生涯好像就玩了6、7把的男枪。对。里面5把就是那个在那个世界赛玩的，这是世界赛玩的，其他2把就是近年什么夏季赛呀，几个月前玩的都是这样子。很少拿出来。真的很少玩这种英雄，他之前玩的都是那种瞎子，他瞎子 AD 打野里面最喜欢的瞎子跟挖掘机。是因为刚才一队的一个机制判定原因，所以就算大招控住了，但一队还是能交易。大招直接过来后闪现，辅助闪现，大招 ADC 了，这波少点乌龙，大招直接给了上以后，虚空拳轰一下。这色题是闪现过来那个 boss ADC 的，他好像被那个定住了，好像被控到，所以他那个没有出来。Nagori 还想再等一下，有没有个机会证明他自己？这波能追吗？闪现过来这么凶吗？这波是那个卡牌秀，看能不能挡到啊！挡掉了大招，但是黄牌没有挡掉。我觉得伤害不够，1打2。他们2个伤害不够杀，这样好像。有。这我觉得会是有点，这明明能走，自己想这吧，有点装。有点装，两波了。第一波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他明明能走，自己有点装。你这个装备的맞는데这个正常的剑姬。他这个是就装备是正常的剑姬，对吧？这不是人的问题，这是英雄的问题。英雄问题。说实话，真的是这样，队友这样死的话，有点其他队友有点难受。看一下大招，刮一下，那就2滴了。应该是交代。他没闪现。这干嘛呢？只能说他想1打4吗？这也是剑姬的问题。刚刚说了嘛，这是剑姬。这英雄的问题，英雄的问题。1打4也是英雄的问题。对。这样我觉得 G2稳了，因为这个龙应该是DW 想偷，这下路2个人想偷，因为中商都有 TP 嘛，DW 中商有 TP，但不一定能偷。这里狗锁被爆了下来，有机会吗？但是里边刷红牌保护。不一定能杀呀，寒冰这是刮痧就按摩啊。是。寒冰伤真的是按摩。一张红牌直接丢死了，哇！我觉得这把 G2真的把声音给打出来了。而且寒冰这时候打人真的是伤害很低。现在他们我觉得很乱，你看到没？他们现在这样在这个葫芦娃救爷爷，对吧？就一个一个。我只能说想秀，这就是左边这个人就是想秀，一个一个打，我先送，你再送，我们一起送。这个有没有感觉是被 G2给带到他们节奏里面了，就急眼了？其实也有一部分，有吧？还有一个是，真的是比赛是这样，队友有一个人开始送的话，其他人也会就跟着送。是。这把我们来猜个小问题吧，这把剑姬会不会超鬼？我觉得，说实话，有可能。我觉得0-7或者0-8都有可能。汉子哥觉得这把剑姬会不会0-8？有可能0-8。有可能。主要是诺布里这个人是心态真的挺好的，他不是因为什么心态爆炸是这样子，只是刚才也说了英雄的问题。这英雄真的是打团什么事都干不了，然后最多就踢后面，然后就什么绕后 TP 啊，什么踢后面找机会切对面的 ADC 或者中路，但你很难切死 ADC 跟中路 ，ADC 是那个一只，中路是卡牌，对，中单有秒表 ，AD 有血银什么 AD，而且 AD 是个一只感觉第一把和第2把完全是两极反转。我真的觉得第一把是就是 G2 被打成那个人机嘛，就是完全打过。这 DW 这把跟那个差不多 ，DW 其实前中期打的还可以，但是中后期就是剑姬带线的时候一直送，而前面他送的其实可以理解，但是中后期那样送的话，0-6了，这是0-6了。我觉得可能这波 G2 想拼一波，有在拼信号了。如果他们想偷大龙那个直接热系大龙的话，他们要5个人一起，但剑姬一定要清下路兵。差一下有没有？哇！大招逼金家那应该有了。哇，这招红牌应该一波了，我觉得。是红牌丢了1半的血，想杀这边的 Canyon， 黄牌又定到之后，万能牌虽然没有丢到，但是最后平也给上了。
0-7了，好像0-7了。0-8不行，因为基地要爆了。如果再有5分钟吧，那肯定就0-8了。我觉得再5分钟其实也不用了，就2分钟。2分钟吗1分，等他破应该就1打5，这是证明我的时候。等他破应该就0-8了。哇，这把给我们看的感觉没有半决赛那么严谨，对吧？就感觉看得很欢乐。两边其实都是喜欢这亮表情啊，对开开心心的，其实看两边的表情都知道。对，第一把 DW 的人打完下来也是挺开心的吧？这把 G2 的人打完下来，其实大家都挺开心的。但好像那贵不是特别开心，那贵抿面嘴唇。可能这把有点那个吧。我这너구리 저거는心态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就不会影响。 저였으면 여기서 정신 나가면서 나갔을 텐데 아무런 타격도 없어 보여가지고 그냥 다음 판이 기대돼요.